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最近超級紅，但同時也讓很多人心裡有點毛毛的主題。沒錯，就是 AI。不過我們今天不聊那些複雜的技術，我們要談的是一個更有趣的觀點。AI 這東西其實就像一面鏡子，它不是單純來搶我們飯碗的，更重要的，它是來幫我們照一照，我們每個人在職場上究竟還剩下多少真正屬於人的價值。我今天的分享更多靈感都來自錢慧茹老師的一個比喻，我覺得真的形容得太到位了。他說 AI 是一種照妖鏡，這句話真的很有意思，對吧？你想想，它照出來的妖不是 AI 這個妖怪有多厲害，而是它照出了當我們的工作模式變得跟機器人一樣的時候，每天就是按表操課，處理那些重複性高、不太需要思考的例行公事。那其實我們自己早就活成了一部非常容易被取代的機器，所以啦，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善意的提醒。與其說 AI 要來淘汰誰，不如說是我們自己選擇了那個最容易被淘汰的工作模式。好，那今天我們會用4個步驟，一步一步帶大家看懂這個局。首先，我們會來談談到底什麼是 AI 照妖鏡效應。接着，我們會深入分析一下現在的職場出現了什麼樣巨大的矛盾跟分裂。再來，在這樣的時代，一個好的領導者又該具備什麼樣的新思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會直接給你3個具體的進化方法，幫助我們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出路。好，我們就直接切入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AI 照妖鏡效應。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AI 最大的衝擊不是它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而是它讓我們看見了什麼。它就像一面高解析度的鏡子，讓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每天的工作裡面到底有哪些部分其實是非常機械化，而且缺乏獨特人類價值的。說真的，這反而是個絕佳的機會。你想想，當 AI 可以幫我們處理掉那些無聊又重複的工作時，我們就被迫要去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了。如果這些事情都不再需要我來做，那我真正的價值是什麼？我身上有什麼是無可取代的？所以這不是什麼危機，這根本是一個強迫我們所有人升級的契機，讓我們有機會從那種像機器人一樣的工作模式中真正的解放出來。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AI 的出現其實也讓職場內部一個早就存在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我們來看看勤業眾信，也就是 Deloitte， 他們有一份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裡面的發現真的很有意思。重點來了，這就是現在職場最大的核心衝突。報告的數據顯示，有高達75%的員工，他們心裡最想要的是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這很好理解嘛，誰不希望指令清楚、目標固定，這樣 KPI 才好做，獎金才拿得到，對吧？可是另外一邊呢，絕大多數的老闆、領導者，他們每天面對的是外面市場的腥風血雨，競爭太激烈了。他們最需要的是整個團隊能夠快速反應，保持敏捷。你看，一個要穩，一個要快，這個矛盾不就出來了嗎？所以很多時候，老闆不是故意要朝令夕改，而是外面的世界可能一個上午就變了天，他不改，公司可能就真的活不下去了。那麼在這種矛盾底下，我們實際的工作狀況又是怎麼樣呢？這份報告給了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數據告訴我們，平均每個上班族在每天的工作時間裡，居然有高達41%都花在那些低價值，甚至是根本不必要的事情上頭。這是什麼概念？這就等於說，我們每周工作5天，有整整2天都在做一些隨時可能被 AI 取代的雜事，而這就是 AI 這面照妖鏡照出來最危險的警訊。好，問題我們找到了，那公司有在解決嗎？數據告訴我們，還差得遠呢。只有22%的員工覺得他們的公司有在認真的重新設計工作流程，試着把這些低價值的工作拿掉。這說明了什麼？這就說明大多數的公司都還陷在慣性裡面，嘴巴上喊着要 AI 轉型，要數位化，但身體還是很誠實的用着老方法在做事。這就是現實跟理想的最大差距。除了這個核心矛盾之外，報告還點出了幾個關鍵的趨勢。比方說，超過70%的員工都想加入那些積極擁抱 AI 的公司，因為這才代表未來嘛。同時，現在的老闆們越來越喜歡找有2到5年經驗的人，因為經驗代表了判斷力，這正是 AI 目前還做不到的。
還有啊，我們的工作方法、公司的激勵制度、績效怎麼打，甚至連主觀這個角色到底該幹嘛，全部都需要重新來過。可以說，整個職場的遊戲規則真的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好了，講完了現象，我們來聊聊解法。面對這麼混亂的局面，最關鍵的其實是領導者的腦袋要先升級。過去那種只會看報表追進度的管理者已經不夠用了。未來真正需要的是那種能夠激勵人心的領導者。這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很棒的概念，叫做第三勢力領導力。注意哦，這個勢力是眼光、視野的視。你可以這樣想，第一層的能力是基礎的管理，你看得懂數據；第二層是策略能力，你看得懂組織裡的權力關係。但最厲害的第三層，是你竟然能看穿一個人的限制，理解他內心深處真正渴望的是什麼，然後為他創造一個可以發光發熱的舞台。這是一種基於同理心跟洞察力的超能力，而不是冰冷的指標管理而已。錢慧茹老師分享過一個他在意大利美術館的親身經歷，我覺得這個故事完美地解釋了什麼叫第三勢力。他當時看到一位盲人在館方的特別允許之下，用他的雙手去觸摸一座大理石的雕像。他說，那位盲人臉上所散發出來的那種喜悅跟滿足感，是現場所有眼睛看得到的人都無法體會的。你看，那個美術館所做的，就是第三勢力的極致展現。他打破了禁止觸摸的死規則，因為他看見了這位訪客的現實，也看見了他的渴望，所以為他創造了一個體驗美的獨特方式。一個真正的領導者也是這樣，他會想辦法為團隊成員打破限制，讓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看見自己的價值。另外一個領導者必須要懂的概念，聽起來有點硬，叫做熵增定律。聽到這個名詞先不要怕，其實他講的道理很簡單，它源自於物理學，指的是任何一個封閉的系統，如果你不去管它，它就會很自然地從有秩序走向混亂跟無序。而一個公司、一個組織，恰好就是這樣的一個系統。這樣講可能還是有點抽象，我舉個更簡單的例子，你的房間，你想想看，如果你不定時去打掃整理，你的房間是不是就會自然而然的越來越亂，東西越多越多？組織也是一模一樣，如果放着不管，各種過時的流程、不合時宜的規定，還有那些疊床架屋的官僚文化，就會越來越嚴重，最終讓整個組織失去活力，變得非常僵化。這個過程就叫做組織的熵增。既然組織會自然的變亂、變僵化，那我們該怎麼辦？總不能放着爛吧？答案很簡單，就是要主動的為它注入活水，來對抗這個熵增的趨勢。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3個可以幫助我們個人和整個組織進化的具體方法，這就像是為你的職涯來一場徹底的大掃除。好，這3大活水其實很簡單，分別是：第一，擴創你的邊界；第二，注入新的能量；第三，整合並淨化你的結構。我們一個一個來拆解。第一步，擴充邊界，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你刻意的去做一些你以前沒做過，甚至覺得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勇敢的跳出舒適圈。比如說，錢老師就去挑戰了徒步700公里的西班牙朝聖之路，這聽起來很瘋狂，對吧？但重點不是走了多遠，而是當你真的完成了一件你從來沒想過自己能完成的挑戰之後，你的心裡會建立起一種超強的信念，你會告訴自己，哇，連這個我都可以，那還有什麼是我做不到的？這種自信心會慢慢轉移到你的工作跟生活上，讓你敢於去面對任何困難。當你擴充了邊界，看見了更廣闊的世界之後，接下來的第二步就是要把這些新的視角和能量帶回來，替你的工作和生活進行一次深層清潔。你會開始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重新檢視，我現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真的還有價值嗎？我們團隊的工作流程是不是太死板了？我自己內心的想法是不是也該調整一下了？這是一個由外而內徹底活化自己的過程。最後一步是整合並淨化你的結構。注意哦，這不是要你把事情搞得更複雜，而是要你打破那種單一功能的思考模式，去整合不同的價值，創造出1+1大於2的效果。就像現在的電動車，它早就不是一台單純的交通工具了，對吧？它可能是一個你的行動辦公室，可能是一個讓你放鬆的療癒空間，也可能是一個頂級的音樂廳。它整合了多種功能，創造了全新的價值。我們在規劃自己的職業時，也應該這樣思考：
我該如何整合我的不同技能，去創造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價值組合？所以你看，這3個方法——擴充邊界、注入能量、整合結構，它們的最終目的其實就只有一個詞，就是進化。我們必須要主動的去清理那些舊的包袱，勇敢的整合新的能力，這樣才有可能在 AI 時代避免讓自己變得無關緊要。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 AI 不是敵人，它是一面照妖鏡，也是一個鬧鐘，它的出現就是提醒我們該升級了。第二，職場的現實是，員工想穩定，老闆想求變，而且我們有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做低價值的事。要突破這個困境，就需要具備看見人的潛能的第三勢力領導力。第三，要對抗個人跟組織的僵化，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動注入活水，也就是我們今天談到的3個步驟：擴充邊界、注入新能量、整合再進化。所以最後這個問題，我想留給大家自己思考。在 AI 的時代，你是選擇進化還是被淘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